中国老人7个改不掉的坏习惯，几乎人人都有，快看看你有吗？一直以来，中国老人都在默默付出，为子女们奉献一生。他们好像拥有无穷的力量，孕育着每一个祖国的花朵。然而时代在进步，老人的思想和现代年轻人的思想发生了碰撞，关于很多方面的习惯都有很大的歧义。这也导致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和自己年迈的父母在一起，因为他们认为父母的这些陋习让他们倍感困扰。那么为什么老人会有这些坏习惯呢？又如何改变这些坏习惯？中国老人7个坏习惯有哪些？1. 省吃俭用发挥到极致。不知道是不是父母那一辈苦日子过惯了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剩下的多数老人，他们的饮食习惯非常的不好。首先就是过于勤俭节约，喜欢吃剩菜剩饭。老人认为剩菜剩饭只要没有馊，或者从表面看食物没有什么变质的现象，就仍然可以吃。这就导致他们把所谓的剩菜剩饭不停地热了一遍又一遍，其中的食物这经发生了质的变化。其次就是老人特别喜欢把购买回来的比较昂贵的食物放置几天，留着子女回来一起吃。然而多数时候子女是没有时间回家陪伴父母的，这就导致老人会把搁置几天的食物吃掉。但是这样一来，食物在这个期间很有可能会过期，或者是已经滋生的细菌。尤其是很多的肉类，它们的保鲜日期本来就很短暂，经过搁置之后特别容易变质。老人这样的勤俭节约习惯是非常不好的，因为从健康的角度出发，我们可以知道剩菜时间久了特别容易滋生细菌，就算经过高温加热，依然会留存没有被杀死的细菌。老人的身体抵抗能力偏弱，特别容易被病毒入侵，所以对老人而言，长期吃剩菜剩饭危险性是非常大的。2. 喜爱咸菜。对于中国的老人而言，咸菜就像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因为每个地区都有一些特殊的传统，尤其是制作咸菜。作为中国人每年过节的必备开胃菜，可谓是大家的心头好。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，都特别喜欢吃咸菜，这也是咸菜的魅力之处。虽然咸菜吃起来非常的下饭，但是咸菜的危险之处也不可忽视。对老人而言，过年时候腌制的鸡鸭鱼肉以及咸萝卜，可以让他们这个冬天过得富足。然而，咸菜它的特点就是腌制时间较久，在腌制咸菜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化学物质容易诱发人体患有癌症。3. 爱管闲事，缺少眼力见。都说人到老的时候越来越闲不住，事实就是这样。现在的年轻人都说没有底气去购买新房，所以选择和父母住在一起。这父母对于子女的控制欲比较强烈，并且他们的思想比较封建，所以很容易和子女起争执。尤其是父母对于孩子找的对象会特别的挑剔，导致多数子女很难和自己相爱的另一半在一起。因为父母认为男孩子应该找一个勤俭持家的贤妻良母，认为女孩子应该找一个顶天立地能吃苦的男子汉。然而现在的社会已经发生了转变，女子也能顶半边天。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，他们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。父母一旦和子女长期住在一起，就会对孩子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。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脾气比较大，有自己的主见，很难能够接受父母的唠叨。4. 贪小便宜。虽然现在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，但是老人们依然改不掉过去的坏习惯。不管是大城市里的老人还是乡下的老人，他们似乎都很喜欢贪小便宜。其实在上街买菜的时候，讲价便宜了几毛几分都能够让他们开心很久。平时的时候买菜讲价是情有可原的，总是从节俭的角度出发。这也导致和老人生活在一起的年轻人生活质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。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老人，他们在很多的时候其实代表的是子女的面子。如果因为眼前的一点小利益，就让他们和卖菜的商家真的面目全非，这是让子女特别接受不了的。5. 看不过去子女的消费观。年轻人和老人的思想最大的区别可能就体现在消费观上。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，享受当下是他们能够感到快乐的一种方式。所以当他们拿到工资选择购物或者出去旅游的时候，其实是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愉悦，不受很多束缚。对于老人而言，年轻人应该多多存钱，留着以后找对象。
如果年轻人只想着吃喝玩乐，那么他们的未来又将置于何地呢？所以多数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乱买东西的时候，就会选择用呵斥的态度，期望让子女可以停止一些消费。而面对父母的不理解，子女也多数会和他们发生一些争执，时间久了就会让他们的相处出现一定的问题。6. 生病不愿意去医院。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值钱，所以大家要珍惜自己的健康。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，都知道去医院一趟就相当于大出血，因为只要去医院检查身体，不管是严重的病还是小病，都需要付出一笔不小的费用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如果父母生病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及时把他们送入医院，因为早救治的话，对于疾病就多一分的把握。但是对于老人而言，他们认为自己生病了，熬一熬也就过去了，不希望给子女带来负担。也正是因为老人这种不愿意浪费钱的想法，导致多数老人他们的身体每况愈下。由于老人的思想层次不够，他们不了解疾病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如果在疾病刚开始的时候能够及时治疗，就算花钱也只是一小部分，等到疾病堆积到后期的时候可能治不了，并且花费会更加高昂。7. 和子女交流过少。现在的年轻人和父母交流的太少，导致孩子长大之后不怎么和父母联系。有些时候孩子在外受到委屈或者是有困难的时候，向家里的长辈寻求帮助，作为父母并不能理解子女面临的那种困境，反而认为他们没有出息，也就导致老人和子女之间出现了代沟。2. 如何帮助老人改去坏习惯。1. 意识到剩饭剩菜的危害性，还要让老人改去过于勤俭节约的本性。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意识到吃剩菜剩饭带来的危害。自始至终，老人们勤俭节约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省钱，因此让老人了解到吃不新鲜的食物会给身体带来的危害，并且需要付出昂贵的医药费来治疗。当他们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，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坏习惯，减少去吃剩菜剩饭。2. 多听听子女的发言。时代在进步，作为父母也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，让自己的思想紧跟时代。父母总是希望子女能够有出息，因此他们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子女身上，这一点是非常错误的，并且父母和子女交流的时候，始终把自己放在长辈的位置上，不愿放下身段和子女进行友好沟通。其实很多时候，老人应该多听听子女的发言，找到和子女之间的正确沟通方式。3. 转变旧消费观。虽然勤俭节约是好的品德，但是过于勤俭节约也不一定是好的事情。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质量有所提高，老人应该改善自己的生活，提高自己的生活标准，而不是拥有很多钱之后对自己依然很抠搜。这在子女看来，相当于是自己虐待老人。所以子女在有钱之后，希望有很多钱为老人添置一些衣物、新家件，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但是老人们会习惯性的认为子女乱花钱，时间久了就导致子女会有一种不适感。他们认为自己为父母做一些小的事情，花一点小钱不算什么大事。老人们应该积极转变自己的消费观，享受一下晚年生活，让子女尽尽孝道。3. 帮助老人提高健康意识。对于老人来说，健康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他们体质变差一点，风吹草动会导致他们出现很大的问题。所以说，老人应该及时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，当身体发生不适的时候，要告诉子女及时去医院检查。老人的坏习惯其实很多时候也是生活的影响，老一辈的思想还需要年轻人帮助他们转变。过分的勤俭节约，贪图一些小便宜，不和子女交流，不愿意花钱上医院等等，这些都是中国老人拥有的坏习惯。对老人而言，他们一辈子的追求就是希望子女一生顺遂，因此宁愿委屈着自己，也不愿意让子女受到伤害。然而很多时候，这种为他好的行为让子女倍感不适，他们更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平安度过一生，享受晚年生活。所以人到晚年还是要过得舒适一些，不要拘束自己，拘束子女。时代在进步，老人的思想也要发生转变，更好的接受生活的变化。